大家好，我是孟哥，又是一个赶火车行程，剩5分钟火车就要到了。现在要去竹北，左边看到一台车超漂亮，也是我第一次买的品牌雅马哈的。重点是它是一台白牌车以外，它的车牌号码超漂亮 ，Tiki 白，很期待。希望大家有看到车跟照片一样漂亮，赶快赶火车了。哎呦，今天运气不错，明天开始又要下大雨，连续下3天，今天大好天。等那个车主来接我，看在哪边。OK， 现在在周先生车上啊，能不能过去不到2公里就到了，很快。周先生为什么会想要当时买这台 MT-15？ 哦，想骑挡车啊，想骑挡车啊，先从白牌开始啊，现在是打算要退坑，还是要升级重机？升级慢慢来啦，现在还不到享乐的时候。哦，了解。对啊，那个重机算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奢侈品，但也可以说它是，怎么讲，交通工具也是没问题的。看用什么角度去看。两用啦，像很多喜欢有路权的就买那个大洋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对，未来考虑了。哦，对，因为我遇到蛮多新手啊，先从大洋开始，大洋开始之后再慢慢变挡车。如果有兴趣的话，挡车的话，主要是如果老婆要跟要骑挡车可以，就载她到处去游山玩水。哦，也不错呢。可是挡车就没那么适合，像现在这个 MT-15后面太翘太高。哦，不好坐了，那个车后面没那么好坐。对，舒适度差多了。可能考虑大洋吧。哦，大洋舒服很多，超舒服，出门游玩的好选择。对呀，各位，就是这台 MT-15 2020年款，当时在看到这台车车牌，哇，我真的蛮兴奋的。给大家看一下，末世码 Tiki 白，这个号码真的很酷啊。这个应该是当时3个车主去标来的。目前看外观目视下来啊，没有太多问题。那这个车之前有网络上有人说，它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引擎会有问题，就是一些可能公差的问题。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都没事。这个听说很2级啊。不过目前车主骑到现在都说没问题，那一般就是没问题了。因为这个车要坏，它马上就它引擎声啊等等就会有征兆。一般我们看这个就是摸看看有没有漏油啊，很干净。对，底下摸一摸，好有一点点油渍，那我们就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哦，各位看到吗？那是机油的，应该是机油垫片。好，对，机油垫片周围有点渗油。那这个有很多可能是没有锁好，一般来说都是垫片漏油了。如果没有锁好，应该下面会滴，但是它没有到滴下来，应该是还好。OK， 刚刚看那个漏油的部分啊，是那个卸油螺丝的周围，应该是垫片那个小问题，那个换一下就好。一般我们都建议说，自己换油的话，因为车主自己换油，自己换油卸油螺丝垫片要把它换掉，会比较保险。像我是每次换油都会把垫片换掉，比较不会有渗油的可能。然后再来这台车回去要换的是还有链条也差不多了。它这个应该是新车，到现在都没换，然后有点松，要调整一下。那后轮很新，车主刚换，前轮也还很新，那个都蛮深的。OK 啊，前叉呢，没有漏油，但是有一点点锈蚀。那这个因为是正叉的关系，这个回去磨一下应该还好，不要影响到作动范围的部分有锈蚀就好。这个都是要顾啦，因为这种挡车呢。很多电镀件啊，没有顾就是会有点锈蚀啊、生锈啊等等。这个头灯呢是经典的口球造型，远近灯的同一颗，这个也是它很大的特色之一。这个也是我蛮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好，那它外观差不多是这样看完的。然后车主呢还有附一个后箱，我等下回去载东西比较方便。现在呢最重要是要听它的引擎声。声音听起来目前扎实饱满。好，我们吹一下，听一下引擎声哈。OK， 声音很赞，没问题。再来就来跟车主谈价格了。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个刚跟大哥谈好了，因为这个回去最少要换机油，然后机油滤芯、垫片那些，还有机油芯全部都要换掉。那旁边还有点渗油，回去要清洁后再观察是不是引擎覆盖的垫片渗油，是的话要再花更多一点。那刚跟大哥周旋之后呢，大哥还是有推一些给我的，这样也不错了。因为大哥当时买这台也是买的比较贵一点啊，因为这1-2年挡车市场就是变化比较大，
好，不要说是什么大降价，应该人家他们讲的校正回归了，就是变成正常的一个行情。好，那价格谈好了，我们现在进站购物了。OK， 出发喽！刚刚直接先把合约写一写，然后一次把现金给大哥，现在就骑着车要去过户了。监理站到了。1 hour later. OK， 各位，那过完户了，准备上工具。给息很多，我还是用习惯自己的那个手机架，要好好的防护一下车子啊。所以一定要加个垫片。刚刚这一组因为实在是用不习惯，先把它拆掉。但是它这个是新型螺丝，所以我没有带到新型螺丝的给息，就让它先在那边挂着吧。这一组 DMB 的手机架也是我最近开始在用的，我觉得还不错用。5P 也不错，这个我最常用的是5P，然后最近还有这一组。好，再来，待会360。OK， 好，再来呢，很重要就是要巡胎压，因为很多车主呢，他们都忘记他们什么时候巡过。很多车主的记忆是说，有刚巡过，但是都是2、3个月前的事情了。那胎压很重要，我在猜应该胎压都不多了。以我的经验，我们来见真章。哎，剩20 PSI， 你看太低了。好，至少我们给它打到32。大哥，胎压存2站。哎，各位，前面胎压剩16，真的要损呐。OK， 胎压巡完了，那这样差不多可以出发了。回去2个半小时，还 OK 了。从上次从台南骑了13个小时回来之后，这个对我来讲都算短途的。哦，对嘛，这个胎压骑起来正常多了，所以胎压时不时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巡一下哦。有机会再多关注我的影片。就甘心的，各位您来给我载我去看车过后，让我省了很多时间呐。我会好好把它整理好的，哦，交给下一位车主。拜拜。哎，大哥人真的很好，他刚刚说啊要嫁女儿了，感受得到他对这台车的不舍啊。毕竟这台车牌还蛮漂亮的，9999，陪你长长久久，或是事业让你做的9999，还是感情爱情9999，买到这台车的人，不管你任何情境呢，都可以9999，哎，真不错。我现在开始一个人旅程啊，哈哈哈！哇，期待这一刻好久，最近都一直埋头在剪片，我很期待这个时刻。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哇，你这忝的啊！我跟你讲，我还足欢喜的，哈哈。我老婆说，你这样那么累，又赚不到什么钱，所以热情哦跟赚钱要取得平衡啊。就算哪一天让你赚了很多钱，你没有热情，做得痛苦，那个钱我也不想赚了。那如果你赚的可以温饱，但是做得很快乐，乐此不疲，那我会选这个让我乐此不疲，然后是可以温饱的工作。至少我的身心灵都是很快乐、很充实的。那这样人生会更有意义啊！工作跟休闲都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这2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就来好好感受一下这台 MT-15的整个骑乘感受。第一次买到雅马哈的车系，哇，就买到连号的9999，好开心，好兴奋啊！陪你长长久久。以它138公斤的车重，配上18匹左右的马力，再配上1.4公斤米的扭力，整个骑起来是很好操驾的。因为车重不重的情况下，骑起来算是很灵活啊。而且这台车到万转它会断油，哇，这个高转速引擎骑起来感觉就是比较嗨一点。哇，这个车比我想象中还要好骑很多哎。那当然，这台车回去有些地方真的是需要花点钱来整理啦。第一个前轮，我可能想把它换掉，感觉虽然有点年份了，但是刚刚看胎纹都还算是蛮深的，够用啊。这回去再骑小再评估一下。再来是它的油门啊，右面我觉得它的虚位有点大哎，不知道为什么。一般我们是转一点就会走了嘛，它好像前面有一段虚位，要稍微空空的感觉。啊，这个回去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啊？除了这个轮胎跟这个以外，还有刚刚下面的那个泄油螺丝有点渗油嘛，那个垫片换掉，应该这台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直接就是一台买回去就可以环岛的车啦，因为它有附一个后行李箱，哇，这个行李箱空间超大。它刚刚附的很多配件啊，原厂后排架，还有一些原厂的方向灯，哇，全部都在里面，塞好塞满。
真好用。好，待会这边应该就会接到龙潭那边去了。说真的，这边路实在是不怎么熟啊，反正每次出来啊，就是相信导航就对了。你看我现在4档哦，现在是上坡，坡度有点算蛮斜的，这样骑起来，它的4档还是很够力的，整个延展性是很够的。虽然刚刚有点重拖感，但是它整个是很线性的。这台车我觉得很适合新手，非常适合，很好操驾的一台挡车。先拿这台车来练挡车，之后再慢慢升级红牌或黄牌。我认为如果你会骑挡车之后，譬如说这台新手买回去骑一段时间啊，几个月或骑个1-2年，有预算的想要升级重机，直上红牌就对了。我个人是这样建议啊，因为黄牌跟这个白牌的动力区间当然有点差异，但是你不会觉得到非常大的落差。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骑大野狼嘛，有差，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哇差好多。但是上红牌就会让你觉得差很多，因为现在二手车价越来越便宜的情况下。我觉得既然要骑重机，各位都可以参考一下，直上红牌喜欢声浪的4缸车就没错了，喜欢扭力大一点的就双缸。那过几天还会再买回来一台 MT-03，平常都没有买到雅马哈的就一次来2台，刚好可以跟这台 MT-15做个对比。MT-03它是双缸，这个是单缸，而且我觉得 MT-15的骑姿还挺舒服的，它整个车的外观看起来就是很战斗啊，我觉得它是一台很有气势的白牌挡车。出门赶路呢 ，7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它这个油门虚位有点大，这个回去一定要调整一下。好，然后这台车还有侧柱熄火，还不错，我觉得应该有都有了。而且记得印象中这台车也有滑里哦。哇，整个这样看还蛮好看的，各位。这个行照上面写灰黑，配上这个有点亮橘色的钢圈，好看呢。然后这台车也换端子镜，原厂后照镜都有留着。碎，各位来7都吃什么？这个天气这么热，吃一点简单的就好。哎呦，秘制炸酱面，我这看起来就特殊的哦。这边是咖啡，这个出来听到咖啡。那像我因为要随时要马上启程，所以就带个简单的咖啡哦。各位刚不是说那个秘制炸酱面吃看看吗？如果你们像我一样这么匆忙的来到7，这个蛮推荐的。好吃呢，礼拜。它有点像炸酱面跟饭团的综合体，就是这种感觉。看到我们每次拍片这么硬的份上，订个阅按个赞，加热推不过分吧？喝了再上。哇，各位你们看我睡不？我觉得还不错这个配色真的越看越耐看。那它还有装防倒球，真的很适合新手的一台车。要骑长途又有后铝箱，充电器也有了，不错哦，而且是双充的 Type C 跟 USB， 也不赖哦。来看一下功能正不正常？正常，睡。而且车主人超好的，还帮我把油加满，真是佛心。这个交易起来就特别愉快啊！哇，今天好热啊，夏天来了。那这台车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拉杆换掉，因为它原导过这个头断掉，这是原厂的，它有组改装拉杆，然后轮胎巡一下，机油换掉，机油滤芯换掉，那这台车差不多就 OK 了。而且我觉得它的仪表板好清楚哦，这个字都很大，有没有？时速啊、档位啊，甚至总里程数、油量表。可能它做得够宽，还有转速表，整个看起来资讯就是很大，很舒服。难怪这台车卖那么好，那么多人喜欢，甚至现在都已经国产化了。那国产化的价格现在好像来到差不多12万左右。那我不晓得国产化的品质跟这个当时进口的，我记得是印尼还是印度产的嘛，它这个品质到底差了多少？我相信国产有一定的水准。那我相信雅马哈在做车，尤其这个 MT-15应该是也算是全球战略车之一，它的做工也不会太马虎啊。虽然这一台是正叉，不是倒叉，正叉跟倒叉呢，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差异，在操控性能的表现上会有点落差。但如果你平常是顺骑，不是说要多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好。真的配的话，倒叉应该也不够用，你还是要去升级它的阻尼啊、弹簧等等。
所以我觉得不管正叉倒叉，只要是顺起都很好用。当然它的那个黄金倒叉那个感觉哦，然后那个金筷子看起来感觉是质感更加分了。这台车先不论它的车身规格数据、动力表现如何等等，先以一个刚骑到这台车的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好骑、轻松、舒服、好操驾，骑起来完全没有负担、没有压力，而且坐姿也蛮舒服的。重点是我像我包包很重嘛，我背着它刚好可以跪在椅子上，它的那个人体工学我觉得是很棒的，不错不错。这台车超过我的期待很多。哎呦，这边稍微加速一下咯，感受一下咯。哇，这个操控真的挺不赖的呢。它应该是偏向于比较舒适，没有那么竞技的避震，但是它这个过弯的倾角的表现就是很有信心，让你直接就过去了。哇，难怪这台车评价很高再加上我这台车后面有背一个箱子，里面也装蛮多东西的，有一点点重量。如果没有那个箱子的话，这台车操控性应该会再更好一点。昨天我出来有了解一下，这台车有 VVA 可变式气门，这个就是在你那个转速区间比较大的时候，大概在6-7千转的时候，它会加大你的那个引擎的力道，应该是这样没错，会让你的车更平顺一点。到达一个转速的时候，它还是很有力啊，它就是说不会让你觉得落掉、虚掉的感觉，就是这个 VVA 可变式气门让它骑起来又更线性的感觉吧。这边虽然是完全不怎么熟了。跟着导航走就对了，冲喽！而且骑这台车不自觉，油门会一直想要给它吹落去，因为它马力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呢，你吹当然它不会说像重机一样哇，忽然加速度很快，但是就是这种线性感会让你一直想要让转速拉上去，听那个声浪，然后跟着那个速度呢，跟着上去那种感觉，蛮舒服的。这台车因为有 VVA 可变式气门，加上滑里，再加上 ABS。基本上的安全性跟科技配备来讲，也算是可以好好辅助你开始骑挡车的第一步。然后它的车重再让你在超驾中又不会有负担。不管你是什么身材的人，我觉得骑这台车都很好的去掌控它。好，拉一下，现在4档，哇，这个声音好高亢，好舒服，好爽。哇，这个车如果稍微改一下排气管，当然是要合格的合格的排气管，然后改装一下，声浪应该会蛮赞的。哇，这个小姐猛哦！哇，好恐怖哦！夹杂在2台大货车之间，朋友啊，莫来卡，生命只有一条啊，时间只要好好活着，时间都够用，不需要这样赶。我以前当兵，你知道吗？我是当那个调度士，就是我是气运连的嘛，气驾士。那我的有一个职责的工作就是调度士。那调度士每周我都要开行车安全大会，开营大会的时候要去找那种车祸的资料，来告诫弟兄说，休假期间出门在外，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然后我都会去找那种没有马赛克的事故的照片，来警戒弟兄。那个时候没有马赛克的概念嘛，那个时候长官也是说，就是要真实一点，让大家看见，大家会更警惕。所以从当了那个调度社工作之后呢，我对交通安全意识又更提升了很多。过得去就过得去，过不去就变一滩泥，真的很恐怖啊！所以骑车该快的时候我们可以快一下没关系，该慢的时候，不该逞英雄的时候，就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不需要去逞一时之快因为那段时间特别有感触所以讲这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骑 NT15，应该就会感同我的身受了，对不对？这个车是这么的轻松自在舒服。那等到时候拥有这台车主了，你再来跟我分享你的感受，绝对会是跟我现在的感受是一样的。哇，直升机！ OK， 中场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这台车的配色，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它行照灰黑嘛，配上这个亮灰黑橘，哇，这个颜色很大胆的配色。加上这个前面那个头灯，它的前车主有去装这个保护贴，橘色的，还是它原本是这样，看起来好霸气哦。虽然车小小台的，但看起来蛮彪悍的。防倒球很棒，这个箱子回去的直接环岛。 没问题，这个号码9999，哇，看着就是舒服啊！我在想，搞不好会有人为了这个号码来买这台车。然后它的胎纹哦，他说后轮刚换没多久，很新，没有错。那刚沿路这样链条没什么异音呐，回去上个油应该就好了。
但里程数不多，照理来讲链条还不用换。坐垫真的有重包过，有比较厚一点感觉，没有比较软，比较软 Q， 刚坐起来也很舒服。看到这边朋友，如果喜欢这台车，我不确定这台车卖掉没。那如果对二手车有兴趣的朋友，加我官方赖，我把链接放在下方，里面会有最新的在库车即时资讯。OK， 继续出发。哦，继续出发喽！我觉得一台车好骑啊，因为我最近做这个二手车的企划以来，我的经验是胎压正确也很重要，再加上离合器的调整。上次有一个观众说，空档要冷车的时候反而是好打的，热车不好打。其实是相反的，热车的时候呢才是好打的，冷车的时候空档反而不好找。所以冷车的时候空档好找，这表示你调的是很正确的。但是这个也是要看每台车状况不一样，你要刚好你手放的位置，离合器你是想要放一点就走了，还是放一半，还是要放远一点？那这个都会关系到你空档好不好打啦，然后你个人习惯啊等等，都有相对应的一个关联。哇，这条路我第一次走，好漂亮哦！哇，超一下！现在3档，拉到万转了，哇，它拉到万转那个声音好舒服。本来想说会不会很吵杂、很不好听、很尖锐之类的，还好，它是有点低沉带点尖锐，声音刚好在中间那种感觉。不晓得这样收音你们听不听得清楚？现在9000转，好，万转了。这台车超车完全没问题。档位不要太高，转速都要高，轻轻松松就过去了。到莺歌了，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我这个企划就是在买车、找好车，然后来分享给喜欢骑车的朋友们。那当然有点利润呢，我就很开心了，不要亏钱就好。为什么会想要都自己去把它骑回来，而不是用车载回来呢？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好好的去感受这台车。我相信不管是从新竹啊，或台中啊，甚至更远，上次台南。像骑回来路上呢，我除了会很了解这台车以外，也会很快就知道这台车有没有问题。那也可以更确实的把这台车的状况，还有整个骑乘感受，以及整个超价的感受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才是会最准确的。如果我只是小试一段，可能不会那么的客观，或是那么的准确。现在时速50，好，拉转，好，时速很快就来到80了，5档。6档，哇哦，还蛮有力的嘞！而且它虽然车很轻，138公斤，但是现在有点风的情况下，它车也不太会飘，还是蛮稳的。哇，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明后天开始连续3天要下大好雨。今天4月22号，已经开始有夏天的感觉了，已经有点很热了。其实刚刚经过桃园有点小小的感伤，因为昨天才得知一个当兵的朋友。在前天过世了，就来得很突然啊。那人生常常就是这样，会有不测风云。那什么时候人会怎么样，真的不知道。所以能够好好珍惜身边的朋友，珍惜你所爱的人，当是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如果能有几个好朋友，那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好好珍惜身边的有缘的朋友们吧。人生什么时候会怎么样，真的都不知道。活在当下。当兵那个朋友跟我以前当兵的时候也不错。甚至退伍之后，我还要跟他一起工作过。他是做工程的嘛，因为那个时候我家也是有做点小工程，所以有介绍他一些工作。那也是这样的，跟他一起到处台湾跑啊，工作啊，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大概7、8个月的时间，有跟他共事过。那段时间也是很愉快。当然，大家结婚生小孩之后，就有自己忙碌的家庭跟事业嘛，后面就比较少联络，但时不时呢，偶尔还是会联络一下。我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是开着保时捷。然后里面很脏乱，因为他是跑工地的嘛，所以他认为车子不用那么顾，但是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开跑车跑工地，他也达到了。那这几年他也赚了不少钱，但有时候，人生命运就是这样，很难说。人的福气呢，到底什么时候会走到尽头，
或者是说人生的生命什么时候走到尽头，真的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珍惜当下吧，珍惜你的眼前人，珍惜你所爱的一切吧。哦呦，7777，哦呦，那我9999到他前面一下好了，呵呵，让他看一下我的车牌号码。来吧，看一下我的9999。他想说他7777已经很帅了，没想到看到我的9999，应该吓一跳吧？哎呦，我看到后照镜他还在跟着我，会不会被我的车牌号码所吸引过来呢？哎呦，这个路口蛮危险的了哦。其实每次要买车回来要骑这么远我都心惊胆战的，因为没事都没事，车况好就好啊。有事这掉在路呀，有忝嘛。听说这台车也蛮省油的，刚刚从新竹一路回来，油一个都还没掉。这个车应该1公升可以跑个30-40，应该也不是问题。哎呦，看这台车他妈逆向，我操！我想我奇怪，这边不是单线道。小姐哦，走斑马线哦，这。现在人弄不守规矩。那要是我刚没看到都没刹车，直滴滴弄了就丢啊！我觉得全台湾最塞的交通应该是台北还有台南啊，高雄有些路段也超塞。安内啦那想想大概都不想让，哎呦，黑豆米，哎呦那个驾驶不爽哦，骂人了。我刚在 Focus 骂那个公车凶啊！不过那公车也是没必要这样长按喇叭了。有些公车就是很喜欢以仗势欺人，OK 吧？我以前的爱车之一。这台车超价乐趣一流啊！有机会我也想来拍个车子一下。这台车我就很有兴趣拍，因为我曾经拥有过它2年多的时间，很快乐的时光，直到我开到底盘裂开，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买到一台街头车，哈哈。哇塞，有够热的啦！这种天气呢，一定要补充水分，好不好？不要勉强，累了就休息。刚一路从新竹现在骑到台北，我觉得机油换好一点，这台车应该会更好骑。虽然它刚刚机油的衰退没有到很明显，一点点而已。但如果换上好一点的机油，比如说福斯的 Pro 4，我相信这样从新竹回来拉高转，然后一路这样超，应该机油的衰退会没那么明显，应该会好非常多。或者这上，继续。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这台车的这个骑姿的感觉。这台车因为那个把比较宽，再加上它的把比较靠身体这边，所以如果说身高没有很高的朋友，或者是说手没有很长的朋友，这个在骑都不会有压力，很近啊。那它可以让你骑姿很挺也可以让你有点微趴要趴也不是问题，因为宁愿近不要远，那这样骑起来会比较舒服。再加上它这个油箱很大一个你看我现在那个包包这样溃掉也是蛮舒服的，背个包包前面再背个包包这样用都很好用，骑姿很舒服。我从新竹骑到现在，不太会有累的感觉，还想要再骑一下嘞，哈哈。这个油耗也太夸张了吧？你也掉一格吧？还是它前面掉的比较慢，后面掉比较快？有些表会这样，再观察看看。这台目前我已经骑了2个多小时，真的是一台会让我嘴角上扬的车原来档档万转是这种感觉啊！ OK， 到了。刚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行程。这样骑了3个多小时，这台车感觉蛮舒服的，意犹未尽啊，真的很好骑啊！这台车我觉得要骑环岛也不是问题，很舒服的一台车。那再来就要去小艾那边整理这台车。那我在想要跟这一集并在一起呢，还是另外再拍一集？那到时候你们待会就知道了。那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订阅、按赞、加热推支持一下啦。那最后就看片尾有没有整理车子的画面呢？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下集再见啦。那我现在是要拜还不拜？还是拜了。